6枚 ATACMS 奔袭俄空军基地，500万架无人机已就位。乌军远程武器不再受限后，俄战力暴跌50%。乌军利用缴获的通信设备引诱俄军装甲集群，舍甫琴科基站，俄遭遇重大损失。俄罗斯不想放弃塔尔图斯港，想要与叙利亚反抗军谈判。以色列全面打击叙利亚，美国国务卿前往中东，疑似探讨用叙利亚武器援乌。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伊朗联盟面临崩解。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军6枚 ATACMS 导弹突袭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塔甘罗格军用机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全部成功拦截，其中铠甲防空系统击落了2枚 ATACMS， 电子战设备偏转了4枚导弹，未能击中目标。实际上，俄空天军第6955航空旅第5航空大队所在的军事单位被击中，第325飞机修理厂也遭到破坏。该工厂负责维修俄军的 A50、1276、1238等飞机，但具体损失未知。也有消息称，乌军向塔甘罗格发射了无人机，当地居民报告了至少10次爆炸的声音。此外，克里米亚这种被袭击的常客，乌军也没有放过。随着武器升级，新型无人机、无人机导弹陆续交付，乌军对俄本土的袭击只会越来越频繁。乌克兰国际部表示，在2024年的前11个月，乌军已经获得120万架各类无人机，超过之前提出的100万架。到2024年年底，计划还能再交付10万架，全年交付130万架无人机。面对乌军的攻势以及 ATACMS 导弹攻击俄本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不会坐视不管，将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回应。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向乌克兰发射第2枚帧数弹道导弹。不过，就像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帧数导弹不会改变战场局势，俄罗斯恐吓乌克兰的目的注定以失败告终。相比之下，自从北约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之后，俄罗斯的攻击能力已经下降50%以上。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在11月1日至20日，俄空天军每天至少投下100枚制导炸弹，只有1天例外。不过在11月中旬，美国批准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攻击俄罗斯领土之后，俄空天军投掷的制导炸弹数量大幅度减少。11月20日，俄空天军投下138枚炸弹，这是其最后一次在1天之内向乌军阵地投掷超过100枚制导炸弹。在12月的前12天里，俄空天军投掷的制导炸弹减少为平均每天40枚，甚至更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俄空天军后撤有很大的关系。火力军之前也聊过，为了避免被 ATACMS 导弹打击，俄空天军将苏34从前线后撤600公里，这也影响到了俄军在前线的攻势。在乌俄战线上，除了步兵攻势之外，俄军最常见的战术就是炸弹炸完再发动攻击，滑翔炸弹的使用频率减少，导致俄军的攻势越来越弱，战力也有所削减。战场方向，俄军在库尔斯克与红军村地区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库尔斯克方向，俄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小洛克尼亚，不过一直没能成功。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乌军击溃了俄军近40次的机械化攻击。在波格雷布基地区，乌军还利用缴获的通讯设备歼灭了俄军一支大型增援部队。乌军在波格雷布基部署了大量的地雷，俄军在经过几次失败的装甲攻势之后，改变了战术，开始以步兵小组渗透的方式绕过乌军部署的雷区，等到夺取小规模阵地后，再派遣装甲部队向前推进。这为乌军提供了一种战术选择。在俘虏了一些俄军士兵后，乌军便利用缴获的通信设备向俄罗斯指挥部传达了一份虚假战报，声称已经占领阵地。于是俄军指挥官派出了一个更大的装甲突击群，相信结果各位也都猜到了，乌军几乎全歼俄军突击群。在其他战线，乌军也采用了类似的战术，屡试不爽。哈尔科夫方向，乌俄战线依旧围绕着沃夫昌斯克、赫利伯克以及利普奇。根据乌克兰指挥官的说法，俄军因为损失惨重，不再发起正面进攻，而是在侧翼进行攻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4到5名士兵组成的小队发起攻势，偶尔使用重型装备进行突击。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战术与波格雷布基地区很是相似，步兵群在前锋阵地站稳脚跟之后，再派遣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推进。当前的乌俄战场，无人机、地雷横行，这种战术不算错，但是对通讯设备有要求，很明显俄军做不到。在波格雷布基发生的事情或许会不断上演。不过乌克兰指挥官也表示，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部积累了大量的人力和设备，
可能会向乌克兰阵地发起新的进攻，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进攻何时开始。库皮扬斯克战线，乌军收复了斯瓦托附近失去的阵地，重新夺回了科潘基，并在科皮斯尼基夫卡东部击败了俄军的机械化攻势，成功摧毁了1辆坦克、3辆步兵战车与3辆装甲战车。红军村方向，乌军击退了俄军向舍甫琴科发起的大规模袭击。俄军在红军村的攻势主要在南翼，并向诺沃列克西夫卡部署了大量部队，以突破舍甫琴科、达钦斯克和利斯夫卡的前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军向舍甫琴科发起了步兵攻击。根据乌军第24营士兵的统计，侦察到数百名突击士兵冲向乌克兰阵地，这也是俄军在红军村的主要战术，以绝对的数量获取优势。只是由于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俄军在该地区的装甲战车损失惨重，这次的攻势并没有装甲车的掩护，而乌军在该地区部署了火炮、无人机以及地雷，加上该地区的视野非常广阔，俄军士兵还没有接近乌军防线就被击倒。达钦斯克与利斯夫卡的情况与此类似，俄军此次的步兵攻势人数超过400，但并未取得任何收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红军村地区的俄军营级编队每月都会接收大约200名新兵，加上火炮方面的优势，俄军的战术就是依靠大量的人员与火力来确保推进速度。这个战术听起来非常 low， 但的确有效。像这次400人的攻势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并不会经常出现。对于乌军而言，红军村的局势依旧很紧张。不过相对的，这种战术给俄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名乌克兰旅的军官报告称，在过去2周内，俄军已经在红军村损失了近3000名士兵。扎波罗热方向，乌俄目前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事，但根据阿泰什游击队的说法，俄军正准备将军事装备，包括坦克与其他装甲车，从克里米亚转移至扎波罗热。预计不久之后，扎波罗热地区就会有新消息。除了战场消息之外，俄军指挥部也闹了一个大笑话。为了保证士兵的安全，俄罗斯军事指挥部禁止士兵使用民用车辆。诚然，就防护力量而言，民用车辆比不过军用，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军用车辆的数量必须充足。而乌俄战争已经持续接近3年的时间，俄军哪还有足够多的军用车辆？有民用车辆就已经很好了。该禁令一出，导致俄军前线的运输与伤员后送出现问题。俄军的后勤本来就不行，这下更麻烦了。当然，就火力军而言，这种事越多越好。中东方向，阿萨德政府的倒台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需要撤离叙利亚，只是塔尔图斯的重要性，火力军之前也聊过，俄罗斯也不想轻易放弃，打算与叙利亚反抗军谈判，保留这2个军事基地。12月12日，乌克兰情报局表示，来自叙利亚各地的俄罗斯军队正在撤退到赫梅米姆与塔尔图斯。俄军每天都要在赫梅米姆基地与其他未指明的机场之间飞个4、5次。另一边，俄军也派遣了4艘船前往叙利亚，准备撤离工作。目前，俄军的伊凡、格林号登陆舰与亚历山大、奥特拉科夫斯基号登陆舰正在挪威海，预计在几天内通过英吉利海峡前往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俄罗斯的斯巴达和斯巴达2货船也分别离开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正在前往塔尔图斯，预计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抵达地中海，并撤离塔尔图斯港的人员与武器。只是塔尔图斯港作为俄罗斯唯一一处在国外的海军基地，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彭博社12月12日报道，俄罗斯想要保留在叙利亚的2个军事基地，也就是赫梅米姆与塔尔图斯。目前，俄罗斯的外交部已经与大马士革的临时政府建立联系，商讨此事。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俄罗斯与叙利亚临时政府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但这些协议仅持续75天，之后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该消息是否真实，暂时未知。不过就火力军而言，自2015年之后，俄罗斯就介入叙利亚内战，并帮助阿萨德政府打击叙利亚反抗军。现在阿萨德政府倒台，叙利亚反抗军占据大马士革，俄罗斯还想将军事基地留在叙利亚，想的有点太理所应当了。目前，叙利亚反抗军的一些人已经包围了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并计划定期进行炮击，可见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叙利亚反抗军的支持者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继续在叙利亚立足，所以赫梅米姆基地与塔尔图斯港肯定是留不住的。俄罗斯消息提到的75天只是最后期限，如果75天之后赫梅米姆基地与塔尔图斯港还有俄军士兵，叙利亚反抗军就会直接动手进行物理驱逐。据 CNN 报道，以军加大了对叙利亚的攻势，至少已进行了约480次袭击，其中约350次是有人驾驶战机执行的，目标是大马士革、霍姆斯、塔尔图斯、拉塔基亚和巴尔米拉的机场、
防空阵地、导弹、无人机、战斗机、坦克和武器生产基地。其余的袭击则是以军地面部队针对叙利亚武器库、军事建筑和炮兵阵地等的进攻。首先排在以色列空袭名单前列的是叙利亚战略导弹部队。此前叙利亚装备有上千枚中近程弹道导弹，包括射程足以覆盖以色列全境的飞毛腿系列弹道导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截至目前，以军已摧毁叙利亚数百枚飞毛腿系列弹道导弹以及数千枚火箭弹。此外，以军还轰炸了叙利亚境内储存化学武器和远程导弹的军事设施，并摧毁了叙利亚导弹和火箭的研发生产中心及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其次是叙利亚的防空导弹部队，此前叙利亚装备有100多套萨姆系列和 S-300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可机动部署的山猫举和铠甲系列防空系统等。截至目前，以军已摧毁了这些防空系统以及其配套的雷达装置和电子战系统。接着是叙利亚的空中战地，在苏韦达省的哈勒哈空军基地，这里曾驻扎有叙利亚最精锐的空中战地。截至目前，以军摧毁了部署在此地的所有米格29战机，以及位于大马士革西南部的梅泽空军基地内的军用直升机。此外，以军还摧毁了叙利亚部分米格21、米格23和苏22战机。再然后是叙利亚海军，在拉塔基亚海军基地，以色列海军利用反舰导弹摧毁了至少6艘苏联时代的奥萨尔级导弹艇以及数艘其他舰艇。在米内特贝达湾和拉塔基亚港，以色列海军摧毁了15艘叙利亚舰艇以及数十艘反舰导弹。此外，以军还袭击了别处的叙利亚海军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更是表示，已摧毁叙利亚舰队。至于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其在炮轰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后，目前已在叙利亚戈兰高地设立了一个缓冲区，来保证叙以边境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中东地区，访问了约旦和土耳其，并讨论了叙利亚的未来局势。此外，还有消息称，美国可能在为转移叙利亚武器库存做准备。在如今的乌俄战场上，乌军对武器装备的需求极大，而前叙利亚政府军全盘机械化，以规模最大的叙利亚陆军为例，其步兵中的轻武器绝大多数是 AKM、AK-74 突击步枪、RPK 班用步枪、PKM 通用机枪等。如果这些武器能够运到乌克兰，在前线作战的乌军士兵则可以直接使用，能大幅提升整体乌军的战力。再加上特朗普即将上台，因此拜登政府试图向乌克兰转移叙利亚武器库存，其实也在意料之中。那么回到正题上，如今的叙利亚究竟还剩下多少武器库存呢？据军事观察网站报道，叙利亚目前的武器库存可能包括100多万发152毫米和122毫米炮弹，4000辆坦克，2000多辆装甲运兵车，500门牵引火炮，600门自行火炮。其中，在4000辆坦克中，约有1000辆属于第3代主战坦克，即 T72 和 T90， 其余的多为 T55、T62 坦克。虽然在性能上略有不足，但胜在数量庞大。如果交给乌军，估计在修整之后还能继续作战。在5600门各类型火炮中，则包括第20型152毫米加榴炮、第30型152毫米榴弹炮、2S1型122毫米自行火炮、2S3型152毫米自行火炮，以及 BM30龙卷风自行火箭炮。除主战坦克、火炮库存外，叙利亚还可能拥有大量苏联和朝鲜的弹道导弹及飞毛腿系列导弹。目前尚不清楚在以军上述的袭击中是否将该导弹全部摧毁。如果没有的话，该导弹可能也会成为乌克兰的一大利器。此外，叙利亚还有残余的空中战地，例如苏24战机、米171直升机等，也可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空中战地。总而言之，叙利亚的武器库存确实可以显著提升乌军战力，只不过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而一旦协议达成，预计叙利亚的弹药库存将会成为优先转移至乌克兰的物资，其次是坦克、装甲车以及其他武器。另一方面，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其进行了首次回应。据德新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此外，哈梅内伊还指出，叙利亚的一个邻国也进行了参与。至于这个国家究竟是谁，他并没有明说。此前，为对抗以色列，伊朗主导并成立了抵抗轴心同盟，其主要成员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叙利亚、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等。从目前来看，该同盟几乎已被各个击破。其中，伊朗方面曾被以色列大规模袭击，尽管伊朗不承认该国的战略军备受重创，
但从多种迹象可以反映出，伊朗的战地确实已被大幅削弱。例如，伊朗之前扬言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打击，但直到现在都未曾动手。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该组织已被以军重创，高层领导人几乎全被清除，目前已与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议。尽管仍存在小规模的交火，但已经无法威胁到以色列了。叙利亚方面，在伊朗真主党都遭受打击的情况下，叙利亚反抗军可谓是瞅准时机，仅用时11天就成功击垮阿萨德政权，而阿萨德本人更是直接逃到俄罗斯寻求庇佑。这也就意味着伊朗之前在叙利亚的全部投资等同于打了水漂，而且由于伊朗部队目前已撤离叙利亚，之后也将无法再通过叙利亚向真主党转移武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与真主党之间的联系。哈马斯方面与真主党一样，该组织也被以军重创，目前已被以色列重启加沙停火协议。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方面，其此前袭击过美驻叙基地，但在美军对其进行报复打击后，该组织目前已没有出格行动。至于也门胡塞武装，其一直在袭击美国无人机、以色列船只等，而英美也已多次派遣战机对其进行打击。总的来看，在伊朗、真主党、哈马斯接连受创，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垮台后，伊朗同盟或将面临崩解，而这也可能就是哈梅内伊如此气愤的原因。根据媒体报道，匈牙利国会今日批准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42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案，这一举动引发欧盟内部的国际热议，因为此前匈牙利不仅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还阻止其他欧盟国家援乌，因此外界猜测匈牙利突然一反常态决定援乌，可能是出于3方面原因：其一，希望借助乌克兰国内的天然气管道来获取更多的天然气。此前，乌克兰表示不再续约天然气过境协议，再加上近日保加利亚也因过境费问题计划关闭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导致匈牙利能源紧张。其二，欧尔班和菲科在欧洲大选中双双失利，强烈的危机感迫使其做出改变。其三，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让欧尔班看到了俄罗斯本质上的疲软。其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匈牙利此次援乌的42亿欧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这对于一个人口只有958万且经济并不算发达的国家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据土耳其日报报道，巴沙尔·阿萨德在离开叙利亚前，曾向俄罗斯银行秘密转移了1350亿美元。在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他在叙利亚的资产情况得以曝光。根据美国国务院统计数据显示，阿萨德家族资产高达20亿美元。至于上述报道中提及到的1350亿美元，尽管暂未显示具体来源，但从其家族掌权叙利亚几十年的背景来看，该信息的真实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这笔资金真的尽数落入俄罗斯手中，可能会暂缓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境，而这也可能是俄罗斯决定庇佑阿萨德的原因。据乌克兰国防部声明，乌克兰无人部队自研的战斗机器人系统现已经过多次实战测试正式服役。该系统配有一支12.7毫米机枪，具有自动锁定攻击目标与精准打击能力，操作人员可对其远程控制并下达攻击命令，非常适用平原地区阵地战。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无人部队是世界上第一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该部队目前已研发并投入实战的无人作战系统有5种攻击无人艇、3种侦察无人艇、4种战斗侦察机器狗、49大类无人机，其中包括 FPV 攻击无人机、侦察无人机、自杀无人机、喷火无人机、导弹无人机以及远程与超远程轰炸无人机等。12月10日，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自主研发的卢塔导弹试射成功。他表示，这项突破彰显了乌克兰在战时惊人的科研力量和军事科技自主的决心。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卢塔导弹由欧洲航天公司迪斯泰努斯开发。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总部位于瑞士，专精于航天、国防和能源技术。公司领导人米哈伊尔·科克里奇曾是俄罗斯公民，后放弃了俄罗斯国籍。据悉，卢塔导弹于2023年下半年开始开发，具备低成本、高筹载和高速等优点，适合执行多种任务。但截至目前，尚未有建议细节透露。泽连斯基也仅强调，这是乌克兰自行研发和生产的武器，能有效提升乌克兰的国防实力，并在战场前线和敌后方都能发挥作用。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能保住在叙利亚的基地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